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说了，然后今年呢也是同时参加2个节目，喜人还有这个喜单2个节目一块儿参加。去年也是参加这俩节目，有的时候你连续跨年跨年去了，这舞台有毛病，这舞台。我该不会一会儿也要去学导演了吧？你知道，你连续2年跨平台参加2个节目，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在肩负2个平台和谐共处的使命的感觉。我现在都不是刘洋教主，我是文成公主。最近有一点公主病啦，最近。因为我的膝盖有问题，我的膝盖是这样，就是这个髌骨这个部位啊，它是能移动出来一节，就它能移动。这个还好，这个还好，没想过去治，因为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能帮我看看后面来没来车啊，这个。但是最近不一样，最近它开始响了，就你只要一弯腿，它就嘎巴嘎巴的响。我说这得去医院看一看。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专家号，特需专家，500块钱。各位，我在想，一个号如果贵到500块钱，你最好给我说出一个我没听过的病。你要说就是老了，我可不走了。然后那个专家果然名不虚传，我到了他那儿才知道，原来我这个髌骨外移的症状对应的病叫做髌骨外移。然后这个专家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好立即做手术。我说太好了，你们医院做这个手术最好的人在哪儿？他说就站在你面前。我说那快来到我身边，我的膝盖都为你鼓掌了，我现在。然后这个专家跑过来给我检查我的膝盖，他一蹲下来，我一点没骗各位，他膝盖比我的还响。我说快请起吧，这特需专家是哪个需啊？这是，您就给我推荐个一般需的专家就可以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他膝盖会响，以及我为什么必须找他做手术，我一句都没听清，因为他膝盖太响了。我们俩都不能同时在屋里面走路。别人说，哎，里面在打快板，里边有天津人。然后同时他说你还可以选康复训练，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就是放松大腿外侧的肌肉，把你的膝盖推回去。我当时就选了这个，我说这个多完美啊！虽然保守，但不疼啊。选错了。一到康复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地儿那都不像一个病房，那就像一个满清10大酷刑的主题乐园。哪有床啊？那都是各个刑具啊，放在那儿。有个老大爷正在那儿玩车裂这个项目，4个人抓着他在那儿。我说我是没来过康复科，这边都是先弄坏了再康复嘛，这。然后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过来，他先用筋膜刀给我放松大腿。各位，你知道筋膜刀吗？筋膜刀就是用你的筋磨刀。筋膜刀一刮，我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泪腺长在大腿上。我天，那刮的我都快崩溃了。他刮的就一个小圆铁罐，这么一刮，我说我去，你刀开这儿了是吗？他说腿还疼吗？我说腿还在吗？他说当然在了，这不给您装包里了吗？走的时候，看见没有？然后那个东西给我刮了几下之后，真的很有效果，没有那么疼了。他说不疼了吧？我说太好了，您果然厉害，一点也不疼了。他说那我们正式开始了哦。正式开始是他拿手肘摁，我当时想手肘还能比筋膜刀更疼吗？他一摁，我说我去，大哥这是手刀啊，这是康复科的康复，什么 Chinese 康复啊？我说不行，咱就用真刀得了，你给我截肢了，我还多俩新段子。残疾人脱口秀该洗牌了。给我摁那第一下，我都不是疼，我是直接看见我姥姥了。然后再摁，我就看到我其他的祖先，我太姥姥刘备、刘邦什么的。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再这么下去得摁死我们小刘洋。”
关键疼成这样，他还跟我聊天，这个时候是聊天的场合吗？他在那儿跟我聊，他说疼吗？我说你瞎吗？他说疼就对了，人呐，就3个部位疼起来最要命。第一，三叉神经痛，疼的时候面部拉扯，头痛欲裂呀，男人呐。第二，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一滴汗下去针刺一般呐，男人呐。这第3呢，就要数那肾结石了。我说这和我的腿有屁关系啊！他说就是给你科普一下。不是我是疼起来很无知吗？我需要你科普。他也觉得这样不对，他开始问我关于我的问题了。大哥，我疼成那样就不要问我问题了，真的很像刑讯逼供啊。他问我的每个问题，我都从根儿上实话实说，根本来不及编瞎话呀！我在那儿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参加了一些综艺，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哦，那你是一直干这个吗？不是，以前是的方老师，现在已经从良了，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周末啊。那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挺幽默的呀？我说很幽默，很幽默，经常一句话就把别人逗笑了。真的，吹牛了，吹牛了，吹牛了！各位，那天我对疼痛都有了新的理解。我以前问我一个朋友为什么不打耳洞，他说因为怕打耳洞很疼。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害怕打耳洞疼的人？如果真的有，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你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打耳洞，真的管不上耳洞疼啊！一摁腿，大概打耳洞，打耳洞，两边都打，两边都打，耳骨钉，耳骨钉，鼻钉，鼻环，文花，鼻文花，支持4个支持，阑尾也切了，阑尾，我们拽吧，拽。关键是康复训练都疼成这样了，能想象我平时膝盖有多疼吗？一点儿也不疼，一点儿也不疼，它只是响而已，它只是一个很吵的膝盖，再吵能有我段子吵吗？那天我整个人生都开悟了，各位，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你就不要去解决，你就把它放那儿吧。因为有的时候解决它付出的代价更大，就像我现在，我每周花1天时间做康复训练，剩下6天从康复训练中康复。谢谢大家，我是梁教授，谢谢大家，谢谢，万名，谢谢刘洋教主的表演。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后边的选手真的小心，这舞台有鬼，这舞台太吓人了。我感觉这是你这一季最使劲的吧？这我感觉它是最我的一个段子了，就是对衣服也很符合这个，就特别像康复刚跑出来，拿筋膜刀给你刮的呀。我看你跪在地上那一刻，我就感觉这膝盖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因为演员就是要向衣食父母下跪。很谦卑啊，真是。哎呀，我觉得我们小刘洋使大劲儿了呀，这个。因为你的表演其实是非常加分的一个加分项，然后你本身脱口秀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情节跟想象，就是那种现实与非现实主义之间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你的特别大的一个特点。然后你这个段子就是把这2个东西加在一起了，就感觉就是你左手倚天，右手屠龙，全部一起在使劲的感觉。哎呦，一会儿给你刮。哎呀，那得多疼啊！这是2把筋膜刀，这是。对，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一季我看过最好的。谢谢。就觉得，生命力很旺盛的在舞台上燃烧的感觉，这个是你觉得是就是最后拼死一搏的感受还是啥呀？这一季感觉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舞台做自己要比赢比赛更重要，所以这一篇就选了说，那干脆选一个最我的好了，最我这种。谢谢，还真的感谢各位，真感谢各位。
你知道这个段子在线下有的时候是第一个，大家就闭住了。我刚才后面我在想，如果闭住了，我可怎么办？我就只能说我也去留学了，我真成留洋教主了我。他的这个表演，我不知道是不是又有点像小品，又有点像脱口秀。我一下就抓住了你的精髓。然后我真的觉得他演得特别好。期待跟您合作，我先抢，咱们俩一块演杨蒙恩的戏。那好像一个骗局哦。我觉得颜值也是蛮在线的。哇哦，开心了，开心了。朱老师是这样的，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一季这么想退赛，但还是走到了现在，就等您这句话。现在可以退赛。反正我觉得整个表演很完整，很精彩。谢谢老师。啊，这时候不鼓掌你们？我帮您要。刚刚还这给衣食父母下跪呢，现在就这会儿要掌声，本来准备了很多好听的话，后来一看刘洋这么猖狂，我也说两句。有前边有点多，前面那点铺垫就仅代表我个人看法啊。真的你就是少有的那种能疯魔起来就跟疯了一样的那种，所以一定要保持那个本色，展示你最强。而且那个何况在打比赛中，那个还是一个优势的特征。刚才说有的选手那种冷幽默的，其实打比赛是吃亏的。但你这种疯魔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这个风格啊！谢谢老师。好。我今天必须要说是什么呀？因为对这个教主的认识其实很早，然后我们也有师兄弟烧饼不一块跟您还一块合作过，对吧？我们一直就知道这个教主啊是脱口秀说的也好，盖世演的也好，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的折服于你。哦，感谢。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好学生考80分不值得说什么，但教主就是他就该这样。我实在不知道我从哪个角度夸，我也不想假夸。是吧？也特别没意思。但是今天看完，我觉得啊，就是你终于舍得把你这一面给我们看了。谢谢。所以真的是这个特起来了，感谢。我是每次看到郭麒麟老师特别紧张，然后很自卑。上面之前参加了1季也没敢跟人要微信，就老觉得自己在人家朋友圈里待着很多余。那一会儿凌晨的时候，我找杨老师要一下您微信，咱认识认识。我找严老师要吧。哎呦，你们我找杨老师要吧。别，他有您微信吗？我现在就拉群可以吗？你们真的太烦了。我觉得教主今天的表演，就像大林说的，跟之前很多时候都有那些细微的不一样。以前会看到他特别精准的控制，但我今天看到了一些他精准控制之外的失控的部分。我觉得那个是现场特别有魅力的地方。除了你这个膝盖能不能承受你这些反复的跪地的动作之外，就是这么坏的。感觉教主的膝盖也有点算工伤。我记得有一次教主专场，我就感觉他整个人就是在整个舞台上飞。后来我们摄影师都说抓不到清晰的图片。就是很多时候那表演瞬间，你会觉得哇，这个很难做到，因为他不仅是动作快，这还得体力好。就感觉他就一直的保持这样一个高能量的状态，非常厉害。感谢。确实，那我最后再给你嘱咐一个事儿：康复科医生听不见你的诉求，滴滴听啊。训练完疼成那个样子，不得打一辆舒服的车回家吗？那我们打开滴滴出行 APP， 大胆提需求，就这种小问题啊，滴滴用心帮你解决。好，谢谢教主非常精彩的表演。没救了。今天这个妆发，这个造型，怕是迪士尼要通缉我了。我刚刚一路上过来，就听到好多姐妹夸我，对吧？我是非常感谢你们这种直白的夸奖的，因为作为一个胖女生，经常听到的一句夸奖其实是“你要是减肥了，一定是个美女”。我以前觉得啊，用你说。就是我以前也觉得得等我瘦了，我才能当美女。但我后来想，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当美女。先当美女的人，先当美女。怎么还想
能这种标准要求我呀？真的是我是谁呀？我吃过的饭比他吃过的饭都多。但我也知道啊，在这个大环境下面呢，女生不被影响其实是很难的。我经常刷小某书，看到有女生发自己的自拍照，然后让大家给她打分的。我想这都什么年代了？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心疼。有次我说姐妹，你不需要别人的评价，我们可以先欣赏自己。她说你3分。好，现在知道什么年代了，东汉末年。当然了，被观众评价呢，其实是我这个脱口秀工作的一部分嘛。但是你们不知道，有一些 report 它真的写得非常离奇的。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七夕今天没穿裙子，穿的裤子，我不喜欢她穿裤子。我说人都得穿裤子。就算我今天穿了裙子，我也穿了裤子。还有说我穿得太成熟了，不少女的。我快30了，我是个妇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在期待女人是少女的单纯懵懂的样子。你们知道《一路繁花》吧？我之前看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个人说好讨厌这几个姐姐啊，心机太重了。我说她们都60、70了，也该懂一点人情世故啊。而且我是那种很喜欢向姐姐请教人生经验的人，我不能接受有一天我去问姐姐，我的人生好痛苦，我找不到出路，应该怎么办？姐姐说啊，不知道啊。人怎么可能保证单纯的？保持不了的。这个世界就是在逼迫人学会人情世故。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对，我是上过班了，和其他的脱口秀演员略有不同。我当时去面试一个电影公司啊，那个面试官是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制片人。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制片人，当时跟他相谈甚欢，我想权力我来了。结果他问我，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我想啊，爱上我了。我说我不接受办公室恋情。他说我是怕你以后结婚啊会影响工作。我一听特别着急，该说你放心，我连恋爱都不谈。但进了公司1个月之后啊，就是也没有进入权力的漩涡，因为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贴发票。我找了那个面试我的制片人，想争取一下去剧组给他当制片人助理嘛。他当时跟我说，你的事儿呢我会考虑的。这样，待会儿呢我要去跟人吃个饭，你可以吗？我说吃饭，擅长。而且为了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证明我的能力，我还特地带上了胶棒。待会儿吃完饭当场贴发票。我一推开那个包间门啊，我就发现不对，全是陌生人。我一坐下，那个制片人就让我喝酒。我当时太年轻了，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饭局。我说我不喝酒，我要喝椰汁。制片人当时是有点不高兴的，他说你只喝椰汁啊？我说好吧，其实我私底下可乐奶茶都来了。中途他把那个空酒杯往我面前一推，想让我倒酒。我当时又没读懂，我说咋啦？你也要喝椰汁啊？他就再也没有理我了。第二天呢，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呀不适合剧组，昨天一点也没给我长脸。我不想给他长脸，我想给他长嘴。但我当时说的是我可以学。他说算了，你这个情商啊，没有阅历啊，练不出来的。我想什么意思啊？我没阅历，说我情商低，人家姐姐有阅历，你说她心机重，怎么跟密室逃脱一样，找不到出路啊？就好像我当时只给了我2个选择，要么我做一个拥有权利但不受欢迎的坏女人，要么我做一个单纯懵懂但很会贴发票的服务员。然后因为不会服务，被饿死。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很容易被饿死。
我想改变规则，我想喝椰汁。等我有权利的时候，单开一桌，可乐、奶茶都有，每个人想喝哪个喝哪个。我们以后就喝这个了。谢谢大家。谢谢七七的表演。喜欢七七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七七。我太喜欢他了，我觉得太逗了。然后我特别同意你的观点。我最近也是不太想老提这个女性话题了，因为我觉得怎么到今天还需要提这个事儿，感觉应该不用再提了。但是你今天说完了以后，我觉得说的挺好的，还是挺有必要的。但是说到快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心虚，我就记得我之前叫小郭去参加我的聚会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让他喝酒。你也让我挑椰汁来，我自己挑的酒。没事，女性是一种处境啊。然后我特别赞同，然后要鼓励所有的女孩子，想喝椰汁儿一定喝椰汁儿，想喝酒就喝酒。对，是想喝什么喝什么，没有人有权利告诉我们应该喝什么，不应该喝什么。对，猪猪姐，你真的虽然很温柔，但是好有力量啊！哇，她那个眼睛一看着我，我也想说，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就是怎么说呢？说吧。我觉得收尾那个表达特别好，但是完全没有破坏掉你那些喜感啊、那些梗啊、那些有趣的东西。哦，原来是夸我呀！这不是拍灯了吗？哦，我以为你就是意思一下，你不是怕被挨骂吗？我以为你就以为不由衷的也。这个舞台上其实古灵精怪的女选手还挺多的，但是在这么多就是这种有趣的、稀奇古怪的头脑当中，这个七七还是独树一帜的。我第一次在网上发自己视频的时候，很早了，21年的时候，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的演出视频。罗老师是第一个大 V 转发了我那条视频的，然后他转发了之后，那条视频才上了热搜，然后我才开始有人关注的。啊，真的吗？所以一直很想就是当面对你表达一下感谢。你是伯乐耶。哦，谢谢。我要知道做过这么好的事儿，我就跟你再爹味儿一点。我说七七这个孩子很不错。早就看出来了是吧？一手提拔。我往后当时卖票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罗永浩夸赞过的女演员，没卖出去。我是觉得，就是七七的这个表演状态就可以让他支撑任何的这种稍微强一点的表达，而不觉得被怎么样。就是他说话吧，你就会不自觉的。我们老话就有那种，就是舞台员啊，管这演员叫上人见喜。哎，就一上来，大伙儿就觉得哎真好，就想听，不管他说什么，就愿意这么看下去。谢谢。我是拍在那个七七做那个表情的那个点上，我觉得特别可爱。就你把眼睛瞪大，然后做了一个那个可爱的表情，对，超可爱。我觉得这个表情包可以存下来，真的超可爱。我觉得你就整个人有一种很喜欢自己，然后又坦然的面对自己很喜欢自己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喜欢我们自己是一个最大的不会变的能量，这个能量只要它存在过，你就不会害怕这个世界的变化，你也不会害怕你遇到的事情，因为你就是自己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支持者嘛。所以我觉得你已经成为了你自己最大的支持者，我觉得很恭喜你这一点。这个其实是我就是今天选择这一篇讲这个的原因，因为确实从去年上节目以来，收获了很多观众的爱跟信任和肯定。我今天上场之前，我还看到一条那个私信，他跟我说，因为他看了我第1期的表演，因为他就觉得自己腿很粗嘛，他终于可以穿短裙出去了，然后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积德。是你也是这个功德脱口秀这个赛道的。哦，原来是同一个赛道啊。很棒，谢谢七七的表演，谢谢，也是赢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请你先到我们这边休息。那演出继续，我们下一位要登场的演员是今年的新人，但也是所有人的老朋友了。这几年别人在上桌，在上炕，他在上学，他在上课，掌声有请杨蒙恩。
一轮的稿子，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我换了一篇稿。你刷到过吗？杨门在蕊炮，你说我不是因为想哭什么？你们一群人在那这样，我说这不是精武门吗？考试绝不忘掉，好像行。大家的帮助都很大，挺好的，我觉得达标了。没有大老王就是快啊！没有大老王打岔，我们效率就是高。有一个神秘人给咱们留了一段话。大老王。我们队的队员，我觉得都很厉害。我希望你们能演的每场都很舒服，都能披荆斩棘，都能表现出来自己。输赢其次，表现的让自己开心舒适，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以后线下多聚，真挺奇妙这个缘分。能不能找个乐观的人给我们录视频呢？这也太丧了。我想学那个熊猫的。就大老王录完这个录音啊，我们这段比赛此乃一败。没了我，你们也没那么开心。其实你现在采访的正是生日快乐队的4强。4强是的，对。我们组只跟队内人比，我们只跟自己比。看似是喜剧装单口季的比赛，其实不然，这是我们生日快乐队自己内部的一个小比赛。我们这一次会让大家证明我们组这4个就是12到18的级别。那个第12名就是生日快乐队的冠军，拭目以待吧。因为我们组有4个人去竞争第12名。对。Hello， 大家好，我是杨蒙恩啊。那个，我之前是个，我刚刚表演了一个忘词儿，好是吧？因为前面刚连的忘词儿，然后在我后面后台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然后我说与其传染，我不如先得吧，我说是。其实这样，今天聊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生活。我之前是跳街舞的，有人看不出来是吗？你这样能看出来了吗？是吧？来一个，这是现在我最高水平了，不好意思。其实这样，我很早，我是08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去跳街舞了。08年跳街舞是个非常前卫的事情。08年，王一博甚至都不是练习生呢，王一博就是个小学生，而且那时候全内蒙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街舞是什么。那是有几个年轻人在我们那公园那空地里面跳舞、翻跟头，然后各种转，围了一圈大爷大妈在那儿看，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后来越传越邪乎，说公园里面耍猴的没带猴，能自己练。我就在那种情况下去跳的街舞，然后我们包头唯一一个街舞团叫精武门，非常的中二。就他虽然已经把那个武术的武改成了舞蹈的舞。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精武门里面跳爵士。我啪一走进精武门，所有人就在这儿，然后老师一边跳一边教说：“想象你们再开一台车。”我说：“你开什么？”我说：“你开什么车让你这么开？你坐方向盘上了吧？”你说，我本来不想学，后来呢，讲完课之后，老师给我看了一个世界街舞大赛的视频，放完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世界最牛的街舞比赛。”那这里面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美国人。就是没有我们中国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中国人接触街舞实在太晚了，老师们再怎么练也比不过他们了。但你真的赶上好时候了，老师相信你从现在开始练，有朝一日一定能代表我们打败日本人，打败美国人，打败韩国人。我当时16岁的我听得热血沸腾，脑子里面已经出画面了。在一群外国高手的围攻之下，我一个托马斯全旋720转体完美落地，全场起立沸腾。主持人都激动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中国人。”这个时候，老师问说：“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跳街舞了吗？”我说：“为国争光。”他说：“没错，这边交钱。”是吧？我发现我们真的很爱打外国人，真的。如果一个综艺干不下去的话，我们就找几个外国明星过来唱歌比赛，然后赢他们，是吧？我跟你说，我当时学街舞那个心情，就是那英那年那个表情包，就是我要洋人死。结果过2天舞团请来了一个外国的麦克老师，给我们上大师班，我又交了3000。我最后临走之前，我终于鼓起勇气，我跟他说了一句英文，我说 I will defeat you in your country。
麦克老师也回了我一句中文，他说：“其实我是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的爱国心就被利用了，而且我回想起来，发现我最开始想跳街舞，不是想要为国争光，我当时就想吸引女生。但是我太幼稚了，我发现跳街舞其实根本不能吸引女生。那时候上高中，没有几个女孩喜欢跳街舞的。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男朋友是跳街舞的，你怎么跟别人介绍他？啊，别人一说啊，我男朋友学习好，年级前3，我男朋友体育生，校100米记录，到你了。我男朋友能用脑袋在地上转10圈儿，你男朋友指尖陀螺吧那么厉害转。我当时就是那个陀螺，我练头转练得非常厉害，他们甚至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钻地龙。我觉得不够酷，还起了个英文名叫钻地 dragon， 钻地 dragon 就是拼音钻地 dragon。然后我本来还觉得挺酷的，后来直到有一回我去外地参加那个街舞比赛。他那个比赛是他介绍选手上场的时候，他是把你来自哪里和你的外号连在一起介绍出来。我刚说我家乡是包头市，我当时下来已经很唏嘘了，我说包头钻地龙，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愚蠢呀？结果我没想到那个 DJ 比我想象中还要愚蠢，他操的时尚又浑厚的口音开始介绍我说，接下来这位选手是包着头的钻地龙。后来我们学校也不让我跳街舞了，不是因为我捣乱或者不学习，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突然下发了一个文件，叫《校园安全月全区杀马特整顿大行动》，规定每个学校必须抓几个杀马特。但我们学校没有杀马特，教导主任就说：“把那个钻地龙给我找过来，把钻地龙给我找过来。”他揪着我说：“你是杀马特。”我说：“我不是杀马特。”他说：“你就是杀马特。”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杀马特？”他说：“你把你的左眼露出来，再跟我说话。”后来教导主任就跟我说：“我现在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杀马特，我们只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儿。这个学校从此以后就不能有街舞。”我的天，太严格了！小年纪我就感受到什么叫教务处通知一下来，我们社团就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高3了，然后我就去舞团，我说我就不跳街舞了，我要去考大学了。然后我离开街舞团那天，当时跟我一起跳街舞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难过，然后他们含着泪问我说：“老蒙，你真的不跳街舞了吗？你不跳街舞了，那中国街舞怎么办？”我说这么重要吗？我说我对中国街舞这么重要吗？中国街舞不能等我2年吗？还是怎么着？中国街舞也不招本科啊？就算以后街舞跳再厉害，满天飞各种转，一小心啪，学位证掉地上了。中国街舞界一片唏嘘，哎呀，这个大学生呀，这是。中国街舞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失去了我这个本科生。但中国街舞现在有很多世界冠军，所以我想说，爱国不是你一定要赢谁，就是我们只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可以为国争光。谢谢大家，我是杨蒙恩。让我们谢谢包头钻地龙。谢谢杨蒙恩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本来不是这篇，是不是换了？本来不是这篇，为啥呢？本来是一个告别的篇。然后呢？但那篇我觉得讲的是不是有点沉重？我说要不就再讲一个觉得自己能想讲的一个东西吧，然后就换了这篇了。对。那比到决赛怎么办呢？还回来吗？我感觉今天的表现可能比不到决赛了。其实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因为差不多到时候了。对。这机票也快到时候了，是吧？对，省得后面还很麻烦。对。罗老师是不是小时候也跳过街舞啊？对，他说他们那会儿街舞很前卫，我当时120个不乐意。我特别喜欢他传递的那个东西，你就要热爱这个东西，一代一代做上去，因为我们只是晚了一点嘛，然后后边上去其实都能达到国际水平，所以真的特别好的一个立意。只是我是刚才节奏有点乱了吗，还是怎么样？我回复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啊，我在下面，然后他们都嘴瓢了嘛，然后我心想呢，反正今天也可能是最后一场了，我也不怎么在乎了，然后我就想，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嘴瓢，结果我演出来之后，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就影响心情了。对，然后就其实有点乱，然后我嘴就干了，然后真的就瓢了，其实就中间瓢了好几次。
我其实到后面没太听清楚你在说什么，因为有一段你说的特别的快。朱老师，以前你先生转给你那些短视频是不是都有字幕？是有这个情况吗？没有，因为他的语速真的蛮快的。没有，我就是节奏乱了，然后后面就会越来越快。是有的时候是一种被动反应。我们在台上都有，说着越说越快，越说越快的原因是因为想赶紧演完下场。然后嘴也发干，然后所以说就到最后可能就是他也不再试图逗乐大伙儿，就是哎拜，然后就这样了。我们都有这个时刻，这真是这样。我刚刚说完，我在表演卡壳，我以为他们会消除紧张，哈哈大笑呢，结果失散了。没事，一会儿有说话慢的，咱们那个小佳一会儿也会上来，也是一个考验。我觉得也蛮好。就是结束在这里啊！对。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潇洒离开，因为你就是去在做你想做的事情啊！对。但是中国的脱口秀舞台是需要你的，即便去了也要回来，好吗？谢谢。那我多问你一句啊，姐，万一他回来真成大导演了怎么办呀？哎，那有机会合作一下。待不住了已经。好，那我先回去了。好嘞，好嘞，谢谢杨哥，杨哥也稍事休息啊。哎呀，这不是包着头的钻地龙吗？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个名字了？那叫飞天龙。你就能不能换个方向？那你啥要求啊？首先要酷炫，然后要有内涵，最后得带点子幽默。想想啊，哎，叫量子陀螺怎么样？特别适合你这种地板动作，跳起来像量子纠缠的陀螺。那这人挺会起名啊！不是我会起，是夸克会起。有问题找夸克 ，AI 超级框帮你起名字、想文案、写方案，还能直接拍照问答。哎，那我得试一试啊。我跳街舞帅吗？哎呀妈呀，你可饶了他吧！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大家好，我是彩亮。我这个人情绪稳定，很少哭。我妈教育有方，小时候日记被我妈偷看了，哭。我妈说：“你日子多幸福啊！你想想那非洲小孩，饿的都吃不上饭，人家都不哭，你哭。”我说：“你咋知道人没哭呢？非洲小孩日记你也偷看呢？”我妈说：“哭没用，写日记也没用。要是真喜欢写，就写出高分作文才有用。写作文老是那个题目，我爱我的妈妈。我当然爱我妈妈了，别人妈妈那不阿姨吗？想得高分永远是那几句话。我的妈妈在我高烧的深夜照顾我，在雨中接我放学，为我打伞，淋湿了自己。哎，淋湿的永远是我妈，但发高烧的永远是我。那年东北旱灾，庄稼旱死了上百亩，我妈被雨淋湿了47次。我妈在哪儿哪儿下雨，铁岭萧敬腾。全班都写妈妈打伞，妈妈打伞。班主任开班会的时候都疯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做啥都得有用，出生开始就得有用。1岁就抓周，一堆亲戚围着我，七嘴八舌，看我将来有什么用。我抓了个听诊器，他们说不错，医生。其实我可能就想把耳朵堵上。我表弟抓了个铁饭碗，他们说我们家光宗耀祖就靠我表弟了。所以抓周这玩意儿是真准。虽然我没有成为一名医生，但我一直觉得他们有病。抓铁饭碗的表弟更准，他现在在干吃播。就算死了也得有用。我姥爷走了20年了，这20年我姥每周给他准备3根破香蕉和5个过期月饼，求他办了70多件事儿，就没有人考虑过他生前糖尿病。每次给我姥爷烧纸，很少说多怀念他这个人儿，总是让他保佑我们点啥。几年前我要去考试，我姥就跟我姥爷说，保佑孩子考100分。我考的是雅思。
一出分7.5，我姥转身就把月饼撤了。家里别人遇到什么事儿也会求我姥爷帮忙，除了烧纸还会烧烟呐，什么别的。这么说吧，我姥爷身边现在全是2手烟、2手手机、2手手表，我姥爷在那边急需一个转转。做人做鬼，核心都是有用。前几天我姥摔了一跤，没有人告诉我。我妈后来说，告诉你你回来也没有用，人呢还是要做有用的事儿，你就好好整理短视频。我说妈，如果所有人都只做有用的事儿，谁刷短视频？就是做那些没用的事儿的时候，我最快乐。前几天给我家柯基修了个蜜桃臀。别人问我花180给狗屁股修那么好看有什么用？我说没用，但是我开心，因为我没法花180给自己修一个好看的屁股。凭啥非要有用啊？没用的人活得更爽。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最有用的是摄影大哥，他不录这节目纯白眼。其次是观众，你们不笑这节目纯尬眼。最没用的就是气氛组嘉宾。太早了，他们不点评这节目纯享版。但是我们有谁比他们过得好？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干有用的事儿，好累呀，不想有用了。直到今年第1轮比赛的头一天，突然看到一条新闻，言之凿凿说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导致世界末日。我说，哎，要是真的，怎么还有种解脱感？就是不是我主观不努力啊，是客观不允许了。这就好比公公婆婆天天催着生孙子，结果一觉醒来绝经了。那种精神状态就是绝子。我说小行星，你可说准了，来啊！那一夜我灵魂狂欢，什么有用都没用。看见别墅废墟，看见豪车废铁，看见富豪狒狒。我还真走了。不努力了，什么喜剧之王单口季不去，另一个节目也不去，地球都要熊熊大火烧焦了，那爱奇艺的节目和腾讯的节目都会糊。人情世故不再在乎。爱奇艺导演跟我说：“彩玲姐，要不要用你的短视频账号给我们节目打广告？”我说：“不打，号卖了。”我给我女儿看小行星要撞地球视频，我说：“妈妈爱你，来把教科书拿来，给你烧了。以后随便刷短视频。”我女儿一刷，下一条：专家已辟谣。我说：“写作业去。”把火也灭一下。我女儿说：“妈妈，那你呢？”我说：“我看喜剧，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花小钱看大戏，连续包月更便宜。”好像只有想到世界末日要来了，我才能心安理得的做个废物。我活到今天一直在做有用的事儿。从小的教育让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更大的快乐会在后边等着你。但是这是骗人的。小时候我们院里仨女生都喜欢跳皮筋儿，我老是回家写作业凑不齐，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嘴里也捣鼓小皮球拿脚踢2856 2857，再凑齐岁数大跳不动了。那年我们仨正好28、29、31。那时候我姥爷亲手扎了一个风筝，老想带我出去放，还用吃的诱惑我说走啊，香蕉带着呢，还有月饼呢。但是因为我有作文课、数学课，一次都没去过。现在在看放风筝，风筝和姥爷都在天上。我写完这篇稿子，跟我女儿说，什么都没用，你的世界你快乐最有用。我女儿说，对呀，我的世界本来就没有别人呢。谢谢大家，我是彩玲。谢
彩玲的表演，喜欢她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彩玲。啊，说到中间已经有点绷不住哈。今天是要讲一些自己的这些故事哈。确实，我一直是一个在这个价值观体系里，每天做的什么事儿都需要有用。如果它没有价值，对工作呀、对未来没有用，我就很难说服自己去做，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就有时候感觉都失去快乐的能力了。然后我感觉很多人应该跟我有一样的状态，所以就很想说这个主题。而且我听说这个2个小朋友也来现场支持你了，是不是？哇！我们不用找了，请看大屏幕。哪2个是你的小朋友啊？Hello， 拿铁。妈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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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好嘞。妈妈加油！听见了，哎，累了吧？因为本来是想说让他们在观众席，OK。然后昨天彩排的时候，他们就会干扰观众。虽然他们不能投票，但干扰就是听出来了，在那 hip hop 呢，正那是。然后拿铁听我彩排，他就会问别人：“你笑啊？”所以今天是我主动我说别让他俩来了，会干扰他们。喜剧在于重复，喜剧真是在于重复。光是我坏呀，声音没牵走。回声嘹亮，真是。我一直很喜欢张彩玲，我们之间还有过一些交流，比如说之前在你在的那个脱口秀大会，对，她当时表现得非常好，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你们有黑幕。不是，吴老师，您不能因为您淋过雨，所以把别人的雨伞都抢走。是。不是，然后当时就是她表现得非常好，对，但没想到她今天对我们4个进行无差别杀戮。彩玲姐那俩宝贝儿都这么盖着，我也就盖着，我也喊妈妈加油才能有胆子，可能。那我就觉得特别好啊。然后那个您说的这，我们也都虚心接受。不过呢，多说一句话，我们脱口秀节目不应该就看选手吗？你比我们干什么呀？逗你玩儿，逗你玩儿，我没往心里去。妈妈加油，妈妈！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张小曼女士是个特别好的妈妈，就是她自己经历过这个对自己有用的努力争取之后，她给她女儿撑起了一片自由的天空，所以我觉得这个母爱特别的伟大。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放风筝的那个隐喻，就是风筝跟老爷都在天上，在天上其实就是一种自由嘛，就是一种看得见的想念和一种内心的自由。我觉得今天是讲的最好的，今天比你前面讲的每一次都要好。所以我觉得你就好好做你的张小曼就好了，你自己就足够精彩。号可以卖。哎，你要收啊？他要买。考虑卖给我吧。谢谢，因为那个本来我是导演说要不要你的孩子来看一下这个演出，然后当时我觉得前面都晋级了，这一场淘汰可能性非常大，在他们心中我一直是非常强大，干啥都可以的妈妈。但是他们如果来了，看到妈妈这一场就是没晋级，那就证明就妈妈也不是啥都行。所以我觉得让他们看到我不管晋级了还是淘汰了，我都能坦然面对这结果，可能比看我一直赢更有用。真的是处处还是在为孩子想。恭喜彩玲，恭喜彩玲，很精彩的表演，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我们暂时不公布你的票数，请你到等待区休息。那演出继续，我们下一位朋友啊是咱们这个单人赛道的佼佼者，一路也是闯进了半决赛，我们掌声有请陈数。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今年24岁，已经开始做体检了，不是查糖尿病啊，也不是身体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按照我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来说吧，也该出点问题了。去的是那种体检机构，效率很高，他们一边抽血一边推销，哇，就是一开始抽血就问，
心脑血管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查一下？微量元素要不要查一下？那胳膊上插着针管能不查吗？我感觉如果说不查，他会把血给我打回去。不查是吧？那抽多了，抽多了。有些医生还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反应来引起你的焦虑，去查心脏彩超，医生拿个仪器在我身上划来划去，看着影像，突然来了一句：“唉。”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同意捐献。就很奇怪，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情况，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刺激你就在那儿，唉。现在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喽。我加了27项的检查，我加到最后几项，医生都不忍心了，说啊，这个你也要查？我就跟个闰土一样在那儿查，查出来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当你花了很多钱只查出来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很不甘心呢。一共花了3891块。医生说我只是有点缺钙。我说还有别的问题吗？他说肾里有点结晶，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就好。你知道不来体检我能多喝多少水吗？3891瓶。而且24岁缺钙，人的身高一般在20岁就停止发育。我说我现在补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医生说如果你补钙补得多的话，肾里的结晶就会变成结石。我说好。总算是有个盼头了。总是对身体很焦虑经常看一些健康科普学知识，但不舍得为知识付费听说吃鱼油对身体好，然后心里又想，鱼油太贵了吧，能不能吃鱿鱼啊？而且网上的健康科普真的实在太多了，一上网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会静脉曲张，那我坐一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问题就是知识太多。想健康怎么办？24小时后空翻。健康达人魂斗罗。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健康科普，直到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说那你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鱼油。很难分辨，但等你意识到这是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些科普他做的很吸引人你很难不点开。他从标题就开始挑衅你，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烤肉会变成褐色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没涂防晒。我一点开，因为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在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我说我知道了，曼德拉反应。科普就这样，你感觉学到了很多，其实完全没听懂。那知识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转来转去，一拍脑袋，什么也没有。但科普也很贴心，他知道你听不懂，就会赶紧开始举例子。不仅是烤肉，茶叶也能经过烘焙产生美拉德反应，这就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释放特色焙香。你看，等你意识到这是个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吧？巧妙。平时也做过一些健康生活的努力为了不熬夜，就想着读点书容易困。下载了微信读书，放在手机桌面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的图标都移除，想找到非常麻烦。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变成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打开那个娱乐软件的步骤越繁琐，我玩的时间就越长。我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得多住几天啊？我现在微博都刷不出新鲜事儿来了。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我还没同意呢。我又觉得人只要不付出成本就很难改变，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当主机用，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都从主机上下载到副机里进行物理隔离。第二天主机落在了出租车上。成本太高了，后来想锻炼身体，就买了一个哑铃。哇，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只能坚持一下。我当时看着哑铃，我说我应该还可以吧，我这血气方刚，正值少年，大手一挥，你的想象超乎你的能量。
强撑着硬举了一下，哎呦，10分钟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终于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哑铃了，就是很难坚持，很容易放弃。听一些自律的健康博主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所以我现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告诉自己，还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等一会儿。唯一还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就是看科普。我现在熬夜看健康科普。哎，只要你健康科普看得足够多啊，你甚至能看到你的不良习惯是对的。当我有天晚上刷到一条“你还在跟风早起吗？对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熬夜”，我说：“哎呦，对了。”终于找到懂我的家人了，我赶紧点赞，让大数据多来点啊！真理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熬到夜里一看表，哎呦，3点钟了，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真雅丽，谢谢大家。谢谢陈数，喜欢陈数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陈数这一季也挺有意思的，上一场的时候这个险些就走了，是吧？在舞台上边非常的难过，结果发现没被淘汰，更尴尬了。剪到这期吧。那今天陈数的表演怎么样？我觉得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喜欢那种冷冷的、比较冷的人。我觉得他的点都挺冷的，但是又很聪明。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IQ 很高的人。IQ， 啥意思？IQ 是智商吧？情商还是智商？你问我就觉得是真心问啊，是智商吧？是智商，我以为是情商。情商应该还好。算了，没反应过来。情商高的人说不了脱口秀，对吧？这你总会觉得这又不能说，那又不能提的，其实不太好。所以你是说智胜越来讲的越差，就是因为？哎，智胜的粉丝，这是他说的啊。太棒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智胜的粉丝在看这档节目。就陈数和陈数类似的一些选手，就参加比赛特别吃亏。他们文本非常精妙，然后作品非常好，但是他们那种蔫坏的那种表达，其实在小剧场里效果是特别好的，但是到这种环境里，就是他们会相对的就是吃亏，但实际上作品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直都是。感谢。